为何有部分兵器先要运出，而且并不是运去京城，而是洛阳？这跟我们一向习惯有所不同。而且运送货物的工人也不是原先那帮人。你知道这是谁的命令吗？这是相爷的命令。你不要多管闲事了，照着命令做就是了。小的身为掌柜，兵工厂武器的制造和运送一向都是由我来负责。小的也是按相爷之命办事。为稳妥起见，我才想问个清楚。吴大友，你大友说的不错。相爷，大友啊，我最近一直忙，忘了告诉你了。这部分兵器运往洛阳是朝廷的安排，你大可以放心啊。你工作尽心尽职，事事亲力亲为，我很满意呀。以后兵工厂的大小事就由你全权处理啊！啊，多谢相爷信任，小的定不负相爷所托，打理好兵工厂。大友啊，你最近赶工辛苦了，我让账房给你拨了10两银子，放你几天假，回桃源县看望你的家人和妻子吧。多谢相爷，多谢相爷。嗯。相爷，这小子回到桃源县会不会乱说呀？他万一把兵工厂的事给说出去，可就麻烦了。与其担心，不如干脆将这胡大友也解决掉。叶城那么多，师兄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，何必为这个小角色费心呢？我们现在重要的事情是如何起事，一举成功。哎，胡掌柜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兵器库房那边找你过去啊。好，快点啊！哎呦，胡掌柜，这么匆忙，这是去哪儿啊？我放假回桃源县几日啊？相爷，吴大友已经离开了兵工厂，返回桃源县了。哼！刚才早就应该把他干掉，干净，省事。要不是你张嘴闭嘴杀人灭口，也许胡大友就不会听到，也许就不会生出这种麻烦。既然大人怪到我头上来了，行，残局就我来收拾吧。真是术子不足与谋。秦姑娘，大人有事吗？啊，您这是？秦姑娘不要误会，你也知道我凤盈微薄，家中没什么贵重物品，送这只发簪，只是感激姑娘多日来照顾小女成荫。大人救过秦陵，又让秦陵在衙门做事，秦陵应该感激大人才是，怎么能收这么贵重的东西呢？程某从来不喜欢欠人情。来，姑娘还是收下吧。那秦陵就谢过大人了。大人说不喜欢欠人情，是曾经亏欠于人吗？上次在衙门公堂之上，我自言愧对公堂上牌匾之事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我曾经没有帮成一位姓秦的女子状告恶霸，之后那位女子就下落不明。每每想到此，我都问心有愧。害那女子的是恶霸，大人何会之有啊？身为百姓的父母官，不能为百姓伸冤，如何不愧？也许那名女子已经含冤遇害，现在说什么都迟了。只是在当时，我真的是情非得已。若是旁人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相信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。大人这么说，是在为自己开脱吗？也许吧。不过种恶因，必结恶果。对了，秦姑娘，曾经有一位武功高强之人想要杀我，也许就是这位女子的亲友。
如果此人再度出现的话，姑娘千万不要多事，务求自保，不要管我。我在衙里做事，见大人有危险，怎能袖手旁观呢？我自作的孽由我自己来承担，只是婴儿现在还小。秦姑娘，如果有朝一日我有什么不测的话，还望你把婴儿托付给常知族常大人。秦姑娘，我知道婴儿喜欢你，还要劳烦姑娘照顾婴儿，程某感激不尽，来世必结草衔环，报答姑娘的恩德。在下告辞了。我在集市上买的梳子，这个坏的扔掉吧。其实你不必送我礼物，只要你愿意生生世世的陪在我身边，我就满足了。我不但要永远陪在你身边，我还要永远为你梳头。你说成守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当日他为何不给我伸冤呢？难道他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他还会杀我。我不怕死，如果能有人好好照顾程英，我死又何妨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走路不长眼睛啊？大勇，你这怎么了？为何如此慌张？哦，这位是赵勇，是我们县衙的捕头，自己人。赵勇。看到什么了？我好像看到了史进。史进，好熟的名字，就是要杀皇城那个逆贼。啊？什么？你确定看到了？怎么又是姓史的？那会不会是？完了，我就会死定，我死定了！啊，大勇，你先别慌，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换个地方说。好。黄灵志为何要先将一部分兵器运往洛阳？真的是朝廷的安排？恐怕并非这么简单，因为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形，而且这次负责运送兵器的那些人也不是以往的那批人，个个都孔武有力，看得出来都是练家子。此事另有隐情，应该向大人禀报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回去。大勇，你跟我们一起回去见常大人，因为这件事只有你最清楚来龙去脉。乡人，我妻子还在家中，我不放心，想回家看看啊，然后再去找常大人。是这样，一定要回去吗？赵勇，你先回去找大人禀告此事，我送大勇回家，免得路上会有危险。好，事不宜迟，分头行动。小二，接着。哎，来了。走。开门啊，老婆！来了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没事可太好了，谢天谢地。哎，你看谁来了？乡人，来屋里坐。啊，不用了，嫂子，我还有急事。啊，大勇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我要立马回去。
免得常大人有什么吩咐，我不在身边误了正事。好，你先回去吧。感谢你送我回来。哎，大爷，我们多年的兄弟，还跟我客气这个干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大爷，明天一早你一定要过去，常大人肯定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问你。你放心，明日一早我一定会过去。好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好，嫂子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回去找常大人了吗？我担心你们的安全，怕万一有事才跟过来的。感谢赵捕头关心，家里一切都好。明日一早我一定过去。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慢走。大友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还是别问了。我说，你马上收拾细软回娘家住几天。明日我去找常大人，等我办完事后，自会去找你的。你出什么事了？你快说呀，急死我了！你就别问了。我这么晚了会是谁呀？难道祥人忘记说什么话又回来了？啊，来了。依你们所言，这批兵器是要运到洛阳的。王灵芝为何要把兵器运到洛阳呢？难道真的是皇上的意思？如若不是，那其中一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赵勇，你能确定所见的人就是史进吗？不敢妄下断言。不过当时距离比较远，而且只看到半张面孔，但真的很像。如果你看到的并非史进，那就简单了，是我们多疑了。倘若见到的真是史进的话，大人，如果真的是史进的话，那又如何？那么这批兵器就很有问题，同时也就解释了王灵芝为何留在明水县的原因。大人，此话怎讲？黄金贵之死可以成为王灵芝来到明水县的原因，因为毕竟两家是亲戚。但是事情过了这么久，王灵芝依然留在明水县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或许皇上知道王灵芝来了明水县，顺便派他监督兵器的制造和运输呢。祥仁兄，你认为运送兵器这种事情，皇上会交给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来办吗？对，皇上应该不会这么小题大做。依大人之见，如果卑职见到的真是史进的话，那又怎么解释王灵芝来明水县的原因呢？之前王灵芝和史进勾结，图谋不轨，可惜当时找不到证据，才使王灵芝逍遥法外。而如今王灵芝和史进可能故技重施，他在明水县和史进有什么勾当，皇上是看不见的。毕竟山高皇帝远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事态就严重了。如今这一切都是假设，还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。哦，对了，大人，我听到大友曾经说过，他听王灵芝说过起事二字，不知是否能够证明他们的阴谋。起事只是仅仅2个字而已，又能证明些什么呢？为今之计，只有问问王爷才能知道真正的情况。啊，大人，这儿离京城这么远，一来一回那要多久？到时候王灵芝的兵器早就运走了。祥仁兄啊，难道你忘记有信鸽这回事了吗？啊！哎呀，来，辛苦了，来，喝汤啊！哎，来，大补汤。好喝啊！什么汤？乳鸽汤。哎，你把大人的信鸽给煮了？是啊！才怪！我有那么笨吗？吓死人了你！开什么玩笑？喝汤。用力点。如果你能把绳子挣开，我保证不动你1分1毫，放你走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加害我呀？求求你放了我吧！放了你，可以啊，那要看你的表现如何了。你说，我全听你的。好，我问你，你和段祥仁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儿时的好友。好，我再问你，你有没有把兵器运到洛阳的事情告诉过他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这事儿跟谁都没提过。真可惜呀。你要干什么？哎，
那就别怪我了。你回答问题回答得太快了，没经过任何思考，那证明你的答案是假的。怎么样？滋味不好受吧？考虑清楚再回答我的问题，否则就问我心狠手辣。我说，我全说。好，我再来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告诉过他这件事？说了。好，还算你老实。再问你一件事，你在兵工厂的账房外面听见了什么？没有，什么都没听到。你真不聪明啊！吃一堑长一智这个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，竟然不吸取教训，还敢骗我！说，你到底听到什么了？听到有人要杀我。还有什么话说？还有什么启示？我不知道其中的意思啊！我真的不知道，放了我吧！你这个人真笨。你知道魏领有什么下场吗？魏领的下场只有一个字，就是死。家人啊，大人怎么样？大人，昨晚我跟大友约好了今天见面，可是却迟迟不见他的踪影，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？是不是他有事耽搁了？不会的，从小到大，大友都非常守时，只要约好时间地点，他每次都会早到，从来不会迟到的。糟，肯定出事了！不行，我要去他家里看看。哎，等等，赵勇，你跟祥人一起去，万一有什么变故的话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是，走。大友，啊，嫂子，祥人，大友呢？大友不在。不在？啊，他去哪儿了？昨天你离开后他就出去了，说兵工厂没有急事，有个同僚找他回去处理一下。那你有没有看到对方的样子？没有，大友没让他进屋，他们也没说几句话就一起走了，一定是兵工厂出什么问题了。祥人，啊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事。既然大友不在，那我们先告辞了，我们还有急事。那好。大人，这条山路真的是很荒芜的，平时啊谁都不敢走。小的也是因为这几天山雨下的，我平时走的那条路啊都有些塌方了，才走到这里的。结果就看到几条野狗在这挖地，我是做樵夫的，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不大对劲，就把野狗赶跑了，把地给挖开了。结果就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在这边。大人，大友，谁下了毒手？有什么发现吗？吴大友死得很惨，生前被人动过刑，是虐待致死的。大人，是谁下的手？这么毒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亲手抓住凶手，为你报仇。祥人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去抓凶手。你知道凶手是谁吗？祥人，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，但这解决不了问题。冷静一下，我不会袖手旁观的，你放心好了。谢大人。不用谢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明显这是一宗凶杀案，必须把凶手找出来，让死者沉冤得雪。
麻烦你了。制作兄不用客气，虽说胡大有死在桃源县，可他毕竟工作在明水县，现在他被杀，我有职责调查此案，找出真凶。哟，二位大人结伴而来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冯大人，因为兵工厂的掌柜胡大有在桃源县突然遇害，而这儿呢是他工作的地方，所以我和程大人一起过来调查一下。胡大有死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是回桃源县探亲了吗？怎么就……当然刚才说遇害，难道……没错，他是给人杀害的。请问胡大有在厂内有没有与人结怨呢？哦，这个倒没听说。哎呀，不管胡大有是怎么死的，总之和兵工厂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，还是烦请二位大人去其他地方盘查吧。你不让我们调查，怎么知道跟兵工厂没有关系呢？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赶制最后一批兵器，刻日必须送往京城。兵工厂上下现在忙碌得很，没有时间接受盘查。而且，常大人，您不要忘记了，您可是亲口答应丞相大人不再来兵工厂打扰的。您现在怎么又出尔反尔了？大人此言差矣。没错，常大人是答应过相爷，不会再为村民中毒的事情前来打扰。不过现在是命案，正所谓人命关天，你也没有权利阻止我们调查此案吧？没问题了吧？我们开始吧。哎，胡大有只是个小麻烦，他对内情一点都不知道，你为何动辄杀人灭口，而且干得一点都不干净利落，留下一个小尾巴，让常知足带了个正着，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了。师兄啊，师兄，你实在是太失策了。既然常知足来了也好，那既然不知好歹，在太岁头上动土，那就索性借机把他给杀了，以绝后患。你是不是杀人杀上瘾了啊？有些事情不是光靠杀人就能够解决的，你这样做只会毁了我们的大计。怎么我的计划越来越大，大人却越来越胆怯了？本官从没有胆怯过，只是成大事者就应该懂得谨慎。我也并非杀人杀上瘾，就是因为之前的每一件大事，每次都被常知足从中破坏，所以这一次新仇旧恨一起解决。你给我站住！大人，别跟我说话这么大声。没错，我是跟你合作的，但并不是事事要请求你。我跟你是平起平坐的，问你只是尊重你。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用征求你的意见，这一点请你搞清楚。我现在就去忙我的事情。你真是气死老夫爷！哎，过来啊，过来！常大人和程大人有事情要问你们。各位，本官想问问大家，胡大有在离开兵工厂的时候，你们有谁看到他了吗？没看到，没有。那你们知不知道，在他离开之前，最后跟谁在一起？你们当中谁是最后看到他的？又或者谁最后跟他说过话？常大人，小人不敢肯定。不过胡大有离开当天，小人正好碰到了，跟他最后说话的人，应该就是小人了。那我来问你，在他离开当天，他跟你说了什么话？小人当天刚好经过天井，看到胡掌柜匆匆离开，我就上去问他。哎呦，胡掌柜这么匆忙，这是去哪儿啊？我放假回桃源县去啊。那他离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样？当时他确实很紧张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。他跟你说他为什么紧张了吗？没有。对了，你可知道朝廷定了多少兵器？常大人，这些都是军机要秘，而且这跟胡大有的死
没有半点关系吧？请常大人自重。我看这儿的人应该都不知道胡大有的事情。对，不知道。再这么胡乱问下去，不但浪费时间，对案情没有任何帮助，而且还耽误兵工厂的正常运作。这儿没你们的事了，都回去工作吧。好了，大伙儿回去干活吧。好，回去干活。制作兄啊！啊！收正兄，收正兄，你怎么了？来，程大人，找个地方歇一下。没事，让我休息一下。真是的。来，慢点。没关系。程大人，你们走好。程大人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害你受伤了。都怪那些工人不小心，未将那些盛满兵器的箱子放好，实在是太意外了。本官深表歉意呀！多谢丞相大人，我只是皮外伤，不碍事的。哎，总算是受伤了嘛！相爷真的认为刚才发生的事是意外吗？当然是意外了，难道还有其他的别的原因吗？对了，敢问丞相大人，这朝廷到底定了多少兵器啊？不多，就只有10万。程大人为什么要问呢？也没什么，只是听冯大人说大家都忙着赶工，就随便多问一句，没事了。那我们就先行告退了。别急，来，觉得怎么样？真是多谢二位了。程大人别客气。守正兄，你说什么？要不是你出手相救，那受伤的肯定是我。哎呀，我也不是存心要救你的，只是不知为什么那时候就想推你一把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应该谢你。对了，赵勇大人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卑职觉得肯定不是意外。事发之前我就感觉有人影晃动，之后事情就发生了。这一切迹象表明，他们是有备而来，还是冲着大人您来的。难道真的是王灵芝吗？不中亦不远。之所以联想到史进，因为除了以外，之前赵勇也曾经见他出现过。可是为什么对知足兄你下手呢？对了，你说会不会跟兵工厂有关呢？你们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？能想到什么？这个每一章上面都有为什么，这么多的为什么不好想啊。现在就是要把问题找出来，想通了，这些为什么就不用再问为什么了。那要是想通了会怎么样？那当然破案了，对吧，祥仁兄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亏你也提得出，信不信我一脚踹死你？不是，大人。大勇他莫名其妙，平白无故就走了，我心里……我不怪你了，行了吧？谢大人。大人腿上有伤，不宜出来走动呢。我这腿伤并不严重。而且整天待在房间里太闷了，出来走一走，反而对我的腿伤有所帮助。那倒是，那大人就坐下歇一会儿吧。对了，秦姑娘，刚才看你劈柴动作如此麻利，想来以前整天待在家里照顾夫君，才懂得干这些粗活的吧？也不是的，是因为家里穷，从小就要做这些活儿，反倒是成家了以后却不用做了。了解了你的伤心事，真是对不住啊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大人不必道歉。秦姑娘，你来我家这么久，我也没好好跟你聊过，你不要介意。其实我不是有心探听你的背景，只是我的公务繁多，所以才没有跟你好好聊。秦姑娘你自己也一直没有说过。本来也没什么，所以就没和大人说起过。
其实我也是明水县人士，父母很早便去世了。我嫁人以后，就随夫君到外地去做生意。后来，夫君也走了，剩我孤身一人，才想重回故乡。正值无意之际，得大人收留，秦明真的很感激大人。秦姑娘，你太客气了，有秦姑娘照顾成英，小女成英比以前开心多了，我还真的要谢谢姑娘了。大人不必谢我，能得到大人的收留，是我的福气才是。小女成英自从受到你的照顾，比以前开心多了，所以我就放心了。有朝一日我若是不在了，也希望秦姑娘像现在一样好好照顾婴儿。大人为什么要这样说？昨夜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位姓秦的女子要杀我，所以才有感而发。这么巧，那这位姓秦的女子为何要杀大人呢？事由是当日我没有为她伸冤，所以导致她和她的夫君不能沉冤得雪。秦姑娘，如果你是她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不是她，我也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更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做。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会怪他的。想通什么？所有的问题啊，都跟王灵芝有关的。看出来又怎么样？知道问题的话，就知道症结所在啊。只有对症下药，方为上策。说的容易啊，你怎么对症下药？你的药是什么药？你有没有想过啊？我说的那么明白，你还不明白啊？你就说了这么一句就算明白了。那我再说明白一点，所有的症结指向谁啊？你刚才你不是说过吗？是王灵芝嘛？那又怎么样？把他绑起来，让他交代。他不说，扁他，抽他；再不说，一脚踹死他。能这样吗，萧大姐？这样子的话，他是不会说的。我们可以去查嘛。王灵芝现在不是住在黄金贵的家里面吗？我们可以偷偷的潜入他家中，查个明白。说不定啊，就可以把这个案子给破了。你想都不要想，我不会让你这样做的。为什么？不想说，不说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啊！以我的身手跟才智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，把你先奸后杀，然后再鞭尸300。哇，那我不是死得很舒服吗？来，也帮你扣上啊！婴儿不乖，爹要罚你。婴儿又没做错事，爹干嘛要罚婴儿啊？爹，娘在的时候，娘就不会罚婴儿的。爹，你是不是想娘了？爹，婴儿有事要求爹爹，爹爹答应婴儿好不好？好，只要婴儿说出来，爹肯定答应。婴儿想让秦姨当娘亲，可以吗？秦姨当了婴儿的娘亲，就可以跟婴儿还有爹永远在一起了呀！爹，答应婴儿嘛！爹，难道爹不喜欢秦姨吗？爹没说不喜欢。那爹想不想和秦姨永远在一起，不分开啊？你为什么前后判若两人？是他买通了你，还是你派了他？你派了他是吗？我说姑娘，这位姑娘，不知道您是哪里人？
这里有些散碎银子，你先收下，找点事情做养活自己吧。我想亲自了解毒性，就喝了有毒的河水，没想到这毒还挺厉害的。大人竟然以身试毒，大人为何看着这牌匾出神？是否有烦心之事？我只是觉得，有时候愧对这明镜高悬4个字。你也知道我凤名微薄，家中没什么贵重物品，送这只发簪，只是感激姑娘多日来照顾小女成荫。但婴儿觉得秦姨你和张妈就是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因为秦姨你好像婴儿的娘亲一样。秦姨，你答应做婴儿的娘亲好不好？和婴儿在一起永远不分开。秦姨，秦姨，秦姨去哪儿了？婴儿，婴儿。爹，秦姨呢？爹，秦姨呢？她信上说什么？秦姨说她回自己家了。啊，那秦姨有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爹，秦姨答应过婴儿，和婴儿永远在一起，不分开的。爹，你去把秦姨找回来，我要秦姨，我要秦姨，我要秦姨。金沙承受着，并不是我不想报仇，而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我发现他不是一个贪官，他对朋友亲人关怀备至，对百姓尽职尽责。他为了救治百姓，竟然以身试毒。帝青，你说我是不是错怪他了？秦姑娘，你没有错怪我。我明知道当日你何家有冤情，我却不能帮你伸冤。确实是我的错。那当日你为什么不帮我呢？难道大人真的与黄金贵勾结吗？没有，只是当时的情形。时至今日，如果你想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。原来如此。黄金贵真的是十恶不赦，我总想找机会除掉他，但是我不知道那次机会是不是可以除掉他。反正我是忍无可忍了。不过，我真的没想到我这么做会牵连无辜的百姓。大人无心之过，更何况已经医治好中毒百姓，已算弥补。只不过我担心常大人早晚会起疑。我一直误导常大人去查皇家的兵工厂，我也没有想到，竟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。大人，如果常大人再这么查下去的话，早晚有一天会抖出真相。到时候如果常大人秉公执法，大人该怎么办呢？事事有因必有果，我自己做错的事情，我自己承担。你就不用担心了，眼下知足兄查兵工厂的事情就够他忙的了。
不一定会查到我的头上。或许啊，我会是条漏网之鱼呢。哦，对了，自从那天以后，你好像失踪了。不是失踪，我是去寻死了，抱着我丈夫的尸体去投河自尽，岂料被一个老尼姑救起。他就是我的武功师傅。怪不得你会武功，想必那个要杀我的女子就是你了。没错。那为什么又不杀了呢？自从我进了衙门，我发现大人并不是那种与土豪恶绅狼狈为奸的人，所以我现在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。林芳姑娘，婴儿真的很需要你。既然我们已经放下了过去的一切，你还会离开吗？